大家好，我是云飞。上一期视频我们简单测了 Redmi K-Pad 的串流表现，因为时间有点紧，所以测的比较的主观。看到大家对延迟表现如此在意，那么要不就来一期高通、苹果、天玑串流延迟的对比吧。高通最强的骁龙8至尊版出厂的是小米15，而天玑9400+出厂的是我们的 K-Pad。而因为是平板的对比，所以我把小米平板 6S Pro 也拉进来了。而苹果这边我所拥有的设备是古早的 iPad Pro 2017，这个大家体谅一下啊，我手里只有这个型号的 iPad， 只能尽可能的用我手里的设备给大家呈现对比，说不定它的延迟表现比其他的还要好呢。那么点上车转发给你的小伙伴一起来看看，到时候串流就知道选择啥设备了。我这先介绍一下我这边的这个网络情况，因为是局域网串流，所以只看路由器就行了。我们工作室的布局是这样，一台小米的 B16500在我的工作间作为主路由器，然后工作室客厅和摄影部各有一台红米的 A3300作为无线麦序子路由，这样工作室基本上就全覆盖了，这也就造成了上次测试的问题，在客厅小米平板 6S Pro 和 K-Pad 就连上了不同的路由器，所以那个差距就很离谱，这个还真得重新测。那这次我们的测试就严谨一些，我们先来测试他们的串流解码延迟。目前的测试条件是这样啊 ，PC 主机网线直连到路由器，其他的子路由直接全部拔掉，保证测试设备均同时5G 连接到 B16500。三渲是基地版，开启4台设备同时连接，而测试设备安卓这边统一使用 Moonlight 威力加强版，苹果端则使用 Moonlight 专家版。测试的分辨率均选择 4K 分辨率，视频的帧数选择120帧，测试尽量做到一致，同时开启串流信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呈现。为了信息的清晰，我们都开启录屏。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同样的内容下，它们的实际的延迟表现。我们直接把实际的数据给大家观看，会放大延迟数据的对比，现在是100 Mbps。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在桌面模式下，它们的延迟就已经有一些差距了。网络延迟，平板 6S Pro 和小米15明显好一些 ，iPad Pro 则波动较大。而解码延迟方面，小米15表现最好，基本在10毫秒以内，其次是小米平板 6S， 再者是 K-Pad。而到了游戏局内，因为同样是串流4台设备，所以压力会大一些，解码延迟基本在10毫秒波动，依然维持前面的排序。所以在后面又测试了50 Mbps 的情况，我们还是先看码表的一个对比。而到了游戏局内，网络延迟基本一致，但解码延迟的差距反而更大了。K-Pad 维持在12左右，15则是一码当先9毫秒左右，6S 掉队来到了15左右。这说明米15或者说骁龙至尊版在解码方面确实做得会更好一些。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小米15它的一个桌面串流啊，桌面串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延迟在10毫秒左右，但是它们的这个网络延迟因为是单个连接嘛，都非常的 OK 啊，网络延迟就只有4毫秒左右，这个表现是挺可以的。然后我们再切换到计时器，大家可以对比看一下它的这个实际的延迟啊。在我们切到游戏局内，游戏局内它的这个延迟也是保持在9毫秒左右，这就是小米15的实力啊。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切换到小米平板 6S Pro，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自己先对比一下。但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解码延迟是有在14、13左右的，它是会明显比小米15差一些的啊，而且网络延迟也会明显更高一点，它是到了6毫秒左右，就会有一些波动吧。在游戏局内，它的解码是维持在10毫秒左右，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情况。而我们来到 iPad Pro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网络延迟，它这个就不太稳定啊，可能是因为太老了的缘故。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截图看一下它的实际延迟差距。因为 iOS 上的 Moonlight 它没有这个解码延迟的这个数据，所以我们就还是简单看一下它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们切换到游戏。大家这个就只能直观的看一下了，我个人感觉它是延迟还是比较大的啊，就直接能看出来这个卡顿啊。
然后现在到了咱们的 K-Pad， 它的这个解码延迟，说实话也还是保持了刚才的这个水准，12毫秒左右。然后网络延迟，它这时候也是有点小高啊，10毫秒、8毫秒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再切换到游戏局内，你会发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啊。在加载的时候，它这个延迟挺大的，但是到了游戏局内，它是可以把这个解码延迟降到8毫秒左右，在打的时候确实是非常流畅，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啊，这点确实非常的可以。这是最符合刻板印象的一集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骁龙8至尊版是解码最快的，而天玑9400+在和骁龙8 Gen 2对比的时候，在多设备情况下串流的水平是比较接近的，但在单侧的情况下，解码延迟又很低，一度超过了骁龙8至尊版，感觉有点反直觉了，对吧？这说明了2个点，一是现在这几颗旗舰芯片的解码能力其实都已经拉满了 ，H1VC 下 4K 120的解码完全不成问题，延迟也压的都比较低，现在只是测一测到底谁最低，所以在我们这种高码率、局域网、强 WiFi 的条件下，解码本身已经不是瓶颈了。而另一个点是，真正拉开体验差距的，其实它可能是网络的调度、系统的调优这些更底层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看极限情况下，比如弱信号的情况下，比如这个码率拉满的情况下，它们有什么区别？这个就直接一起来看一看它们的结果。然后我们增加一个比较极限的一个对比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还是在游戏局内，然后是一个 WiFi 比较差的情况下，也就是弱网环境。刚才我们都是非常靠近路由器的，然后现在我们是看一下它们各自的网络，3格，这里 WiFi 7 1格，这里 WiFi 7 2格。在解码延迟上，它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但是像这种iPad 它这个网络信号不好，这就基本上没办法开了啊，就会出现连接错误。然后这里面，还是跟我们前面的结论一样，小米15的它的这个 WiFi 它会比较好啊。那我们放大来看它们的一个解码，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弱网环境下，小米15依然是里面解码延迟最低的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它们的网络延迟，网络延迟方面，这里面是 K-Pad 的表现最好 ，K-Pad 的延迟在50多毫秒，而小米平板6S Pro 它是140多毫秒，小米15的话它是137毫秒左右，所以 K-Pad 在这一块，在网络这一块就确实还是挺好的。而另一个我特别想试试的是极限场景，就是直接把码率拉满的情况。为啥这次我要用 Moonlight 威力加强版呢？就是因为它最高可以手动设置到800 Mbps。那么我们就来试试高码率下它们的解码延迟和网络延迟。因为我也测得很懵逼啊，所以这个拍摄就简陋了点，大家见谅。但还是真的测出来了巨大的差别。我把码率提到600 Mbps。这个时候每1秒都有50多兆的数据在吞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解码延迟。小米平板6S Pro 这边它解码延迟是直接到了50多毫秒啊。然后网络的话它反而挺低的，就3毫秒左右，这还是能测出来它们极限的一个差距的啊。然后现在是600，那我们恢复串流。我们可以看到 K-Pad 在600码率情况下，它的这个解码延迟居然稳在了10毫秒左右，而这个网络延迟也很低，这就说明这确实9400+还是有点东西的，这个解码延迟真的很低。我们待会儿接着对比一下小米15，你就知道了啊。我们再把小米15的也调到600。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解码延迟也很高，有100左右，这说明骁龙8至尊版在这一块也是还有进步空间的啊，而且网络延迟也到了10毫秒左右了，这一点就比不过天玑9400+。这个 iPad 其实都不用测，它最多500嘛，我们就到500，然后我们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网络延迟波动是很大的啊，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高。高的时候也有100多，所以这个老设备我们就不为难它了啊。
在极限码率测试中，小米15、小米平板6S Pro 都出现了解码延迟巨高的情况，而 KPad 的解码延迟居然还可以稳定在10毫秒左右，似乎我们已经打破了固有印象，天玑似乎真的接近骁龙了。我正想这样发视频的时候，串流大佬提醒我，近期串流的 Moonlight 第三方版本已经有了低延迟骁龙专用啊！这天玑好不容易追平了差距，这又来骁龙专用的低延迟，所以我们又更新了威力战将版。而我这一测，好家伙，原来这才是骁龙强的原因，合着之前我都白测了。下面的测试结论恐怕要推翻前面的所有结果。那么我是云飞，咱们这期视频正式开始。这次我们就不带 iPad Pro 玩了，直接3台小米设备同时开测。先来看看在100 Mbps 的实际表现。首先还是来看一下码表，我们动态壁纸加实际操作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更换了新版本的 Moonlight V 加之后，骁龙阵营迎来了史诗级加强。不说小米15，连小米平板6S Pro 都仅有4到5毫秒的解码延迟，米15更是直接在3毫秒以内，这也太强了，直接来到游戏局内。我们发现小米15依然保持解码和网络的领先，而 KPad 局内的解码延迟依然和之前一样，在进入游戏之后会明显降低延迟，而且网络延迟也很不错。但 6S Pro 虽然解码依然领先 KPad， 网络延迟却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完全抢不过其他两个。而在50 Mbps 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先看码表。再切换到游戏局内，在解码延迟方面依然是前面的结论，骁龙遥遥领先。而码率低了之后，6S Pro 的网络延迟明显更低了，也更稳定一点。那么既然骁龙都已经有专门的解码优化了，那超高码率的负载情况下，要不就直接3台一起测？这回来看看高码率下骁龙能不能扳回一城？还是先看码表。好，现在我们还是来看极限场景下600 Mbps 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他们已经都出现卡顿了，然后 6S Pro 它是出现了这个花屏，然后我们切换一下，这个延迟目前来说，实际上的延迟应该会更大一点。在游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卡成 PPT 了哈。在解码方面，高通有了新的低延迟解码技术之后，实际表现是真的很不错了。在实际设置下，也都是稳稳当当的。小米15保持3毫秒的解码，而 KPad 的解码也不太稳定了。6S Pro 的延迟解码比低码率的时候更高一些，但依然也很强。就是网络延迟方面，依然还有很大的波动。这个测试下来，就确实还是感叹高通还是太强了。硬件是一方面，生态的支持又是另一个方面。天玑好不容易就要追平了，直接就来个低延迟的版本，就又遥遥领先。上面我们都是一起测试的，下面我们来单独测试，不然就偏离实际了。还是 4K 120，码率100 Mbps。好，我们可以看到小米15，它在单独串流的时候，它的这个解码延迟是在2毫米，它的这个解码延迟是在2毫秒左右，而网络延迟则在3毫秒左右，是非常不错的啊。而来到游戏局内，网络延迟是在7毫秒、4毫秒左右，而解码延迟依然是2毫秒多一点点。KPad 在我们单独串流的时候，它的这个解码延迟还是12毫秒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截图，到了游戏局内。KPad 它的这个解码延迟是到了8毫秒，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啊。那咱这边看过去，它的这个解码延迟在5毫秒、6毫秒左右啊，好的时候有4毫秒。然后网络延迟贼低啊，网络延迟只有5毫秒左右。在游戏局内，它也是4毫秒左右的延迟。最
最后的大反转，实际测试下来其实还是有点感慨。之前我们总说硬件是核心，但这次我算是真正感受到了，在串流这件事上，生态优化和软件支持可能比硬件本身还更关键一点。原本看着天玑9400+一路追平，我一度觉得这次的串流体验真的全面开花了，没想到新版本的这个 Moonlight V+居然直接把低延迟做成了骁龙专属优化，一下子就把体验给拉开了。这次真的你不测完全看不出来，我一个经常串流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东西。这里非常感谢专家皎月联的林月、章鱼小王子他们提供的一个技术指导，不然咱们这个视频还真做不到这么完整。这就说明在串流这件事上，硬件不是唯一的变量，软件适配、生态协同才是真正的分水岭。你用的是骁龙芯片，不只是性能强，而是有人在为你不断的深挖潜力、优化延迟，这才是体验上被拉开的原因。骁龙8至尊版依旧是目前串流体验最稳、最低延迟的组合，尤其是在有专属优化的情况下，真的不是其他芯片随随便便就能追平的。天玑9400+其实在硬件上真的很能打，在系统调教好、网络环境优秀的前提下，体验也是相当的好。所以我个人的选购建议是，如果你只打算轻度玩玩，天玑是完全能用的。但如果你是那种必须极致、每一帧都要稳的串流玩家，那现在看来，骁龙加 Moonlight 的第三方可能还是唯一的解。希望我的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更了解串流，我是真喜欢玩这个。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